轰隆！萧炎、林动、沐尘三人之间的大道比拼交战了3天3夜，那些围观者也看了3天3夜，此时震撼的已经当事人，而是那些围观者。甚至有些领悟力极深的神奇强者，似乎在三道触碰的那瞬间，似是感应到了什么一般，似乎与自己所修之道有着共鸣，像是有了道法的启发。不过，这种启发是非常微弱的，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能够看到萧炎、林动、沐尘三人以大道神力切磋的时候，发现了这一点。他们的天赋也同样惊人。在经过3天3夜的交战后，萧炎、林动、沐尘三人也是一屁股的坐在了一处空旷的草地上，他们的脸色有着一丝疲惫，但却非常的充实与满足。这一刻，他们三人尽情的释放出了自己的强大道法，可依旧是处于了势均力敌的姿态。每一次都要即将锁定胜局的时刻，都会被各自道法反击回来，来来回回，玄妙至极。林兄、沐尘，你们的大道还真是强大啊！在我言之一道那般猛攻之下，竟然还能够反击。萧炎躺在草地上，一双眼睛看向蔚蓝的天空，仿佛他很享受这一刻的时光。萧兄，你不也一样？本以为我的武之道已经是无敌般的存在，还是差那么一点。林动转头看了看萧炎，呢喃道：哈哈，萧炎兄和林动兄的大道果然不能小看，要不是这一次练就了原始大道金身，恐怕真的要被你们的大道之法给轰碎我道体。沐尘揉了揉自己的胸膛，然后看向萧炎和林动二人大笑道：不过我感觉萧兄你是不是有放水？林动突然这么一问，闻言萧炎无奈一笑道：哪有放水，言之一道的力量已经施展极致了，只不过我并不只有领悟了一个大道。此话一出，直接是震惊了林动和沐尘二人。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萧炎不仅仅领悟了言之一道？萧兄，那你另一个大道是什么？林动、沐尘强忍住内心的震惊说道：在这10年间，我领悟了2个大道，一个是言之一道，另一个就是丹道。丹道，林动、沐尘对丹道也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他们从丹神塔塔主的身上见识过丹道的玄妙恐怖。丹道不仅仅是可以炼制丹药，更是能够化为丹道攻击，那威力可以说在同境界之中无敌的存在。能够领悟2个大道，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够领悟出来的。可以说大道与神火相仿，修炼者一般只能领悟1个大道，如果再领悟1个大道，一旦出错就会被另一个大道反噬致死，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想要同时修炼另一个大道，必须要彻底的领悟那个大道的真谛才行，不然即便是触摸到另一个大道的一点门路也不可行，那样只会让那个自身被大道给吞噬。所以也就导致了很多大道主神只拥有1个大道，并不会出现2个大道以上。但是也有个别的恐怖修炼者还是会去尝试2个大道之上去修炼，因为一旦修炼领悟成功，那么拥有2个大道以上的修炼者实力将会极其的恐怖如斯，而且与拥有2种大道的修炼者对战，相当于与2位大道主神在交手。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可以将2个大道融合一体，那爆发出来的大道神力足以摧毁一些力量的阻碍，即便是面对大道巅峰甚至大道极限者都不曾畏惧。这就是修炼2个大道以上的恐怖存在。萧兄不愧是萧兄，那么这样看我们还是没能追得上你啊。林动、沐尘无奈的一笑道，而萧炎则是对着林动、沐尘微笑说道：非也，刚刚与你们交手中，我发现你们的大道似乎还没有真正的爆发出强大的力量，虽然大道完整，可是总感觉你们的武之道和原始之道并非是你们修炼之道的最佳道法。萧炎兄果然一眼就能够看出我们大道的问题所在啊。沐尘有些吃惊的道：我也总感觉萧兄突破大道主神后，发现你有着一些变化，至于是什么变化一时间也说不上来，但总体上的感觉似乎多了一点什么，又似乎少了一点什么。林动一脸思索的望着萧炎，说出了极度深奥的话：有吗？唯一的变化就是自己的实力变强大更多了，或许是因为修炼了2个大道的原因吧。萧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并非有什么异常之变。应该是如此吧。林动微微的点了点头，没能找出具体的原因。的确，刚才萧炎兄所说的没有错，我们现在所领悟的大道虽为完整，可是并非最佳，如果能够再次领悟出其中的大道精髓，或许就能够爆发出真正的大道力量了。沐尘对于这个问题早已经知晓，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萧炎看了出来啊。我们在领悟中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不过这应该与我修炼的祖符有关，而沐尘应该与修炼原始法身有关。后来我想来想去，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让祖符蜕变成神符，或许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林动一说也是说在了重点之上，因为他现在已经集齐了所有的祖符，只有让祖符蜕变为神符，应该就可以让自己的实力得到质一般的飞跃，那将会达到他都无法想象的高度。我的问题也和林动兄相似，虽然我已经集齐了8座原始法身，可是依旧感觉出原始法身有着一丝的缺陷，也就是这缺陷导致了法身的真正力量无法发挥。沐尘说道：既然你们都发现了祖符和原始法身的问题，那么就着手这个事情继续去突破，只有这样你们的问题才会彻底的解决，而且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你们的实力都将会得到最大化的提升，届时就能够冲击更的神境领域。如果能够让自己这2位兄弟的实力得到更快的提升，这一点就是唯一的突破口。现在诸神万界所面临的问题，应该就是这一次2大神界莫名消失，导致苍穹之星被夺。这几天里，萧炎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应该8、9不离10，就是与灭神符有关，但也要等师傅那边拿出有力的证据，届时就可以借着丹神塔的庞大底蕴与超强实力进攻灭神符，自己的亲人朋友之仇一定就加倍奉还回去。不过，想要彻底的将灭神符从诸神万界中铲除，恐怕也并非那么简单。虽然击杀魔尊、圣魔尊以及副符主问不大，可是那位神秘符主的实力深不可测，甚至应该也是登临造化之境的主神实力了。即便有丹神塔的底蕴，加上9品药神的师傅，在一位造化主神面前，恐怕根本无法将其撼动。毕竟造化之法能够引动规则，而在那规则之中的所有事物都会面临规则的分解而改变，所以就算是大道都无法逃脱造化规则之中，直接被改变分解。如果1个月后真的找出了证据，那么到时候就需要有足够的把握可以抗衡神秘符主的造化规则之法，不然丹神塔所有的神奇强者都会成为那造化规则之法下的炮灰，这般代价萧炎可担当不起，所以想要抵抗住造化规则之法，也必须要有一位造化主神才行。如今9品药神师傅的实力在大道极限，就在这个时候，萧炎突然想起此前师傅说过，他还需要一枚无上丹方中的最高等级神丹，或许那枚最高等级的神丹能够帮助师傅登顶造化之境。此时的萧炎双眼中迸发出一道金芒，只有如此，他携手丹神塔的底蕴才能够有机会与之灭神符一战而起。现在的自己拥有2个大道，即便对付灭神副符主也有着一战之力，况且自己还有一个底牌，那就是焚神无火。在10年的时间里，萧炎在领悟大道之际，也将那万化神火本源给彻底的吸收炼化，也就是这一炼化，让的萧炎对炎之一道的领悟更加之深，从而成功领悟了自己的大道机缘路。按照目前的底牌实力上看，大道主神类的对手基本没有多大的问题，而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应对对方造化主神实力的那位神秘符主。当然，现在萧炎也已经想到这个方法，那就是为自己的塔主师傅炼制一枚无上丹方中的最高等级神丹，而炼化那一枚丹药的门槛则是需要多种火焰才能够炼制。如今自己的体内的神火有着5道，还有1道地火，那么加起来已经有6道火焰，这样一个数量的火焰去炼制那无上最高等级神丹，应该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吧。想到这里，萧炎也与林动、沐尘2人现行告别了一声。林兄，沐尘，我先去找一下师傅，为他炼制一枚无上最高等级神丹，或许他可以突破大道桎梏，登顶造化。此话一出，林动、沐尘顿时感到无比的震惊。造化主神那可是比大道还要稀少的存在，基本在如今的大咒中，造化主神几乎都没现身过，而且一旦现身，天地规则必定会引动，那威力可不是大道可以抗衡的。萧炎，那我和你一起去吧。吴雪见状，来到了萧炎的身边道，既然萧兄有要炼制无上最高等级神丹，我们也过去瞧一瞧，萧兄的炼药术究竟达到什么恐怖的程度了。林动和沐尘也微笑的附和道。萧炎点点头道，那好吧。紧接着他们化为4道流光，直接从山谷中一飞冲天，然后朝着丹神塔顶出的小世界飞去。不出一会儿的功夫，萧炎等人的身影出现了没有天地之分的小世界之中，这依旧是给人无比神秘的感觉与视觉。星空浩瀚无尽，其中弥漫着玄妙的丹香之气，见到有4道强大的气息传来，小世界深处的丹神塔塔主自然已经感应到，下一刻他的身影挤出现在了萧炎等人的面前。你们这几天的大道对拼，还真是让丹神塔一众人看得兴奋无比啊。闻言，林动、沐尘等人微微一笑说，小辈见过塔主前辈林兄和沐尘的大道很强，我的言之一道都难以与之分出高下。萧炎又是在塔主师傅的面前夸赞了林动和沐尘一番。你这2位兄弟所修之道也不寻常，可并不比你的言之一道弱。你们这一次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即便是为师当年和你这样的年纪，都不曾有这样的变态天赋和领悟之道能力。丹神塔塔主非常的欣赏萧炎、林动、沐尘3人的天赋，有这样的后生可畏者，可不愁了。你们来此肯定有什么事情吧？丹神塔塔主也猜到他们来此肯定有什么事情要说，便直接进入了主题。萧炎则是开口道，师傅，之前听你说你还差一枚无上最高等级神丹，就有机会突破大道桎梏，对吗？这话传入丹神塔塔主的耳朵中时，却是让他这位大道极限者的身躯都为之一颤，因为这是一个对于他而言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不过他又很快就让自己恢复了神来，声音肃然而起，是的，为师的修为在大道极限领域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依旧无法更进一步。如果让我有机会更进一步，那么或许我就能够触及造化的规则门槛。造化主神那可是无上之下的存在，可以说造化能够覆灭一切大道的恐怖存在。师傅，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萧炎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什么？一时间就连丹神塔塔主都还没反应过来，表情带着惊疑之色的看着萧炎。萧炎，你是说你可以炼制那一枚最高等级的神丹？以为自己是听错了，丹神塔塔主再次出声确认到萧炎点点头，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没有错，虽然我也没有100%的把握，但是我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如今我已经应该有5道神火和1道地火，加起来6道火焰，应该也能够达到炼制那神丹的门槛了吧。